您好，我是明德君。我的频道内容是通过传统文化帮助我们不断提高自身的品德与能力，让我们成为全新更好的自我。再探庄子、秋、水、北海、若与河伯的智慧启迪很久很久以前。河伯望着自己波澜壮阔的河面，心里那叫一个得意，觉得天下的壮美都归自己了。可等他顺着水流向东走，看到无边无际的北海时，下子就愣住了。原来自己见识这么浅，和大海比起来，之前的浩荡简直不值一提。北海若见河伯意识到自己的局限，就耐心地给他讲大与小的差别。一场充满智慧的对话开始了。河伯心里还有疑惑，就问：我觉得天地是世间最大的，毫毛的末端是世间最小的，这么想对吗？北海若马上说：不对，世间万物大小没个准，时间没有尽头，得失好坏荣辱都不是固定不变的，个人生死、国家兴衰、天下变化都没有定数。真正有大智慧的人，看事情不会只盯着一个小地方。以前人们靠肉眼看世界，对事物大小有个差不多的判断，但望远镜和显微镜发明后，小的东西能放大，大的东西细节也能看清。这就是知识多少带来的不同认知。对人来说，见识广的人更会换角度看问题，遇到事儿也更想得开。这也是因为知识储备不一样，见识丰富的人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各种事，不会老想着过去，也不会瞎想未来，因为他们知道时间一直向前走，没有尽头，历史很长，相似的事不断重复，他们不会对历史规律厌烦。日子过得快，新的一天接着一天，他们也不会被生活节奏拖着跑，而是能掌控自己的生活力。我们经常会碰到得失，升职加薪，收到喜欢的礼物就特别高兴，丢了工作和朋友闹掰就特别痛苦。但其实得失就像月亮有圆有缺一样，是生活的常态。就像炒股，今天可能赚得盆满钵满，明天就可能赔得底儿掉。要是总因为得失情绪起伏，大生活就全是焦虑和痛苦。我们得学会平和的看待得失，得到了就感恩，失去了就放下。丢了工作，别只知道抱怨沮丧，把它当成找更合适工作的机会。智者明白，生与死就像一条平坦的大路，出生不用太高兴，死亡也不用太悲伤，因为生死不是固定不变的。人的知识和位置的比起来少得可怜，活在世上的时间也比不在世上的时间短得多。用有限的智慧去探究无穷无尽的世界，只会让自己心里乱糟糟，啥也得不到。在庄子看来，世间没有绝对的是非和大小，都是相对的，看你拿什么当参照物。逍遥有理，彭祖活了800岁，跟不知道啥是春秋的惠姑比，那是长寿；可跟8000岁为春、8000岁为秋的明龄大树比，就像个夭折的婴儿。世间各种比较，就像那些争巷子的猴子，又盲目又可笑。庄子消除了所有对立和差别，不分大小贵贱，超脱生死，进入一种超凡的境界。苏轼在《赤壁赋》里感叹：既浮游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，素哀无声之须臾，现长江之无穷。辛弃疾也写过万事己，十足日月自西东。无穷宇宙人是一粟太仓中都说出了人在天地宇宙面前有多渺小。人这么渺小，怎么可能完全弄懂宇宙的奥秘和世间的真理呢？庄子反对用个人那点小聪明去揣测天地的大智慧，就像他在养生主开头说的：无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，已有涯随，无涯殆矣。我们常常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啥都想学，结果啥都学不精，最后知识没学到，身体还累垮了，还讨厌学习。世间万物都是相对的，我们选自己觉得对的路就行，不用把所有选择都试一遍，不然会错过属于自己的幸福。别老为得失唉声叹气，也别老纠结输赢过去的回不来，当下也留不住，一切都不确定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做好准备，迎接各种可能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心里就敞亮了。河伯又有新问题了。大家都说最细小的东西没有形体，最巨大的东西没有边界，这话是真的吗？北海若回答：从小的角度看大的东西看不全，从大的角度看小的东西也看不准。精细是小里最小的，庞大是大里最大的，大小不一样，但各有各的道理，这是事物本来的样子。精细和粗大只对有形的东西有用，无形的东西没法用数量去分析，没边界的东西更没法用数量精确衡量。能用嘴说出来的是事物表面的样子，能用心体会的是事物精细的内在。要是嘴和心都够不着，那就超出大小的范畴了。所以修养高的人不会去伤害别人，也不会故意去做好事，做事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，也不会瞧不起守门的人，不抢东西，也不过分推崇谦让，不依赖别人，
也不非得自己啥都干，同时也不看不起贪婪和丑恶的人，行为和一般人不一样，但也不故意标新立异，跟着大家一起，却不奉承讨好。世间的功名利禄打动不了他，刑罚耻辱也不能让他羞愧。他知道是非很难说清楚，大小也没有固定标准。能领悟大道的人不想出名，修养高的人不计较得失，内心清净的人能忘掉自己，这就是让自己达到刚刚好的境界。从北海若这番话里能看到儒家中庸之道的影子，就是不偏不倚，不争不抢，不分是非，不论贵贱。不过要注意，庄子的中庸可不是啥都不干，出了问题就得给出解决办法，啥都不管，让事情随便发展，那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，不符合中庸之道。庄子的解决办法有点像折中，不是选某一个选项，而是在各个选项的优点里找自己的位置。在生活里，我们也应该这样，别老是非黑即白地做选择，很多事都能调和着解决，别只从一个角度想问题，多换几个角度，说不定就能找到新办法，让生活更从容，在复杂的世界里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平衡。北海若和河伯的对话让我们明白，世间万物都是相对的。小时候考90分，觉得自己可厉害了，可一看别人考100分，就知道自己还有差距。这就像河伯一开始觉得自己的河很壮观，看到北海才知道自己渺小。生活中，我们常常因为一点小成绩就沾沾自喜，却不知道在更大的世界里，这点成绩根本不算啥。比如小县城里有点名气的企业家，可能觉得自己很成功了，可接触到全国甚至全球的商业市场，才发现自己的企业规模和影响力太有限。所以我们要一直保持谦虚，知道自己的认知和成就都是相对的，别被一点小成就迷惑。现在社会节奏越来越快，大家都在赶时间，早上急急忙忙上班，晚上加班到很晚，周末也被琐事填满。我们总担心错过什么，想抓住更多，但就像北海若说的，时间是无穷无尽的，我们不用被他牵着跑。有些人总抱怨没时间读书学习，可大把时间都花在刷手机看无聊电视剧上了。要是能合理安排时间，不被外界快节奏干扰，找到自己的生活节奏，就能更好的掌控生活。每天抽出半小时读本书，或者花1小时锻炼身体，别把闲暇时间都浪费在没意义的事上。庄子反对用个人小聪明揣测天地大智慧，这也提醒我们在学习和探索的路上要保持清醒。现在很多人想快速掌握技能，快速成功，就去上各种速成班，看所谓的成功秘籍，但真正的知识和智慧是需要时间积累沉淀的。学外语不是背几个单词，学几个语法就能精通的得，长期坚持练习，不能只追求速度而忽略了学习质量，要用沉稳的心慢慢探索知识，别想用有限的时间精力去弄懂所有知识。面临职业选择时，有人想选稳定但收入不高的公务员，有人想选收入高但压力大的企业工作。这时我们可以分析两者的优势，也许可以先选公务员，保证生活稳定，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学些技能，为以后进企业或者开展副业做准备，这样既能避免单一选择的局限，又能在不同领域都有收获。北海若与河伯的智慧告诉我们，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，我们要用谦逊、平和、从容的心态去面对，别被一时的得失、成就影响，要在生活的起伏中找到平衡，在无数选择里找到适合自己的路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内心宁静，收获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成长。请您继续关注我的其他视频，这样我们的思想会塑造出成长为一个更好全新的自我。